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唐韵。事情是越来越不寻常了。1个月过去了，于朦胧的离世不但没有被淡忘，反而就像一颗炸弹，从娱乐圈一路炸到了资本市场。股市崩了，舆论炸了，粉丝怒了。这场看似意外坠楼的事件，正在变成一场资本与权力的连锁爆炸。你看，它背后的母公司芒果超媒一天蒸发超过了40亿人民币。有媒体估算，10月9号到10号2天内，股价累计是暴跌超过11%，市值蒸发大概有76.7亿元。副总隔天就闪辞了，网友怒喊：“人民的养老金被拿去资助这种公司！”上万粉丝冲上了街头，高喊：“天娱倒闭！”连华晨宇都在舞台上哽咽：“我还没想开。”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悲剧，这是一次体制地震。一个人倒下，震出了整个红色资本的裂缝。那么是谁在掩盖？谁在撒谎？又是谁怕真相被看见呢？今天我们就从这场股价暴跌开始，带您看清这背后的权力游戏。于朦胧的经纪公司天娱传媒的母公司芒果超媒10月9号突然股价暴跌了6.68%，一天之内市值蒸发数十亿。从资金流向来看，主力资金和游资都在大举出逃，净流出超过1.5亿元人民币，只有不明真相的散户还在接盘。更巧合的是，就在第2天10月10号，芒果超媒董事会发布了一个公告，声称公司的副总经理罗泽军以工作调动为理由递交了书面辞呈报告，并且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这位罗泽军是谁呢？从履历上看，他从1995年就进入湖南广电系统，是个体制内的老人，一路从保卫部主任做到芒果 TV 的副总裁，再到上市公司的副总经理。很多网友立刻将股价暴跌和副总跑路的消息与于朦胧离世联系起来，认为这绝不是巧合。有网友说，9月11号于朦胧撕开了一个口子，现在形成闭环了。网友们可真聪明啊！全民抵制，股民们赶紧抛了，后面会跌得更厉害。人民的力量不容小觑，猛龙加油！各位投资者们，投资谨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别的就不多说了。这里呢，我们需要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个关系网，大家就知道水有多深了。于朦胧的经纪公司是天娱传媒，天娱传媒隶属于芒果超媒，而芒果超媒又是湖南广电集团核心上市平台。湖南广电大家都知道是中共重要的省级宣传喉舌，这层层控股的背后牵扯的不仅是娱乐资本，更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和红色权贵的身影。更讽刺的是，有网友深挖发现，芒果超媒的大股东中竟然赫然出现了全国社保基金的名字。小编搜索发现，东方财富网数据中心列出的芒果超媒10大股东，从2025年6月30号起，全国社保基金112组合名列第5位，持股数为1689万股，持股比例是1.65%。另外，据搜狐证券网站10月10号发布的消息，全国社保基金414组合过去2年持股芒果超媒，持股数为579.99万股，持股比例是0.31%。也就是说，千千万万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养老钱都被投进了这样一家深陷压榨员工、操控舆论丑闻的公司，这可让网友们炸锅了。用我们的钱来干掉我们喜欢的人，还有比这更讽刺的吗？讲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一位深受喜爱的艺人离奇身亡，他所属的公司没有给出合理解释，随后股价暴跌，高管辞职，这其中的关联，大家觉得是巧合还是必然呢？欢迎您在评论区下留下您的看法。接下来是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大视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的团队都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的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着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
也就是说，他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就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呢，它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信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的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在手机、电脑、平板上应用，也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的方案可以享受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的优惠码大师局的拼音再打9折。30天内如果您不满意，我们会给您全额退款，可以说是无风险的试用。欢迎您点击节目下方的描述栏购买链接购买。网传于朦胧生前遭设局参加了一场17人的饭局，饭局名单中的每一个人都被放在了放大镜下审视，其中包括71岁的知名制片人、编剧方励。近日呢，有网友挖出了方励过去的一段采访视频，他在宣传电影《断桥》时曾亲口说：“人间的丑恶，人间的罪案，甚至去世的遗体，我见的都数不清啊！我手上接触过的遗体是拿100来计的。”并强调电影的内容远远没有真实世界惨烈。这些话让全网炸开了锅，网友们质疑：什么样的编剧、制片人会接触上百具遗体？除非是法医、杀手，或者是殡葬业者，正常人怎么可能有这种经历？虽然也有人解释，以他的年龄，经历过文革、大饥荒等时期，看到过很多逝者是可能的，但是在这个敏感的节点上，这番话无疑是火上浇油啊！方励曾经在微博澄清，说自己根本不认识于朦胧，并且晒出了自己当天在重庆的行程。但网友们挖出一张他和饭局名单上的另外一位核心人物导演程青松接吻的照片，显示出他们关系可是匪浅，怀疑他也和于朦胧的命案有关。更巧的是，网友查到了他的 IP 地址，10号饭局时还在北京，而恰好在于朦胧出事的11号，突然就变成了重庆。这个时间点实在是太巧了。于朦胧离世后，北京警方已排除刑事嫌疑，火速结案。这种说辞根本无法平息公众的质疑，当局删帖封号的粗暴压制，更让人相信这背后的黑幕重重。不过呢，官方越是想压制，民间的反弹就越强烈。网络上为朦胧讨公道的全球联署已经超过有26万人，好莱坞、星光大道、阿瓦兹联名签署行动。近日又有海外华人发起，时间定在10月12号下午3点。活动简介中用中英双语写道：当真相被掩盖，沉默变成了帮凶；当勇敢者的呼喊被压制，每一个敢于站出来的人就是照亮黑夜的星光。为于朦胧发声，就是为我们自己发声。在中国大陆，疑似也有大量勇敢的女粉丝走上街头，高喊天娱传媒倒闭了的口号，以此来抗议公司的冷血。据称，抗议的粉丝有上万人。相关视频上，网友们打出弹幕：老姐妹们太棒了，加油！看得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勇敢的女孩子们，虽然我们无法确认视频拍摄的具体时间，但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去年，歌手华晨宇的粉丝就因为偶像遭到天娱打压而喊出过同样的口号。可见这家公司的操作早已经是天怒人怨了。华晨宇10月5号和6号在南京举办了他的火星演唱会，这本来应该是粉丝狂欢的时刻，但是呢，现场的气氛却有些不同寻常，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华晨宇心里还压着一块巨石，那就是他的兄弟于朦胧的离去。在演唱会上，华晨宇对着满场的歌迷吐露心声，说自己其实还没想开。他说，在生活里一半明白，一半混乱，不断用各种逻辑让自己接受现实。
但又反过来想，这究竟是真的想开了，还是在事情变得越来越严重时的一种自救呢？这段话说得非常隐晦，但他口中的还没解开的心结，所有人都知道，指的就是于朦胧。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全场观众都为之动容，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玄幻。就在10月5号的演唱会现场，有网友拍到无人机在空中喷洒的彩烟，在日落余晖的映照下，竟然慢慢幻化成了一条龙的形状，而太阳的位置恰好就在龙眼睛的地方，这简直就是神来之笔。为什么是龙？因为华晨宇私下里一直亲切地叫于朦胧龙儿，粉丝们也跟着他叫龙儿。这漫天龙形的出现让无数网友瞬间泪崩，大家纷纷感叹是龙儿来看他的兄弟了，于朦胧也来参加演唱会了。这或许是巧合，但在这悲伤的时刻，却给了所有关心他们的人一丝慰藉。这还不是全部，华晨宇的悼念从更早之前其实就已经开始了。时间倒回到9月21号，也就是于朦胧离世后的第10天，华晨宇在佛山音乐节上演唱了一首名叫《好想我回来啊》的歌。这场演出被网友们解读为一场充满隐藏密码的悼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身后的舞台背景信息量实在太大了。画面中一个白色的人形从高处坠落，这直接呼应了于朦胧坠楼离世的悲剧。背景上方有一只巨大的黑手，象征着幕后操纵的力量，似乎在暗示着这一切并非意外。画面中还有多层阶梯，暗指事发的高楼，以及不断碎裂的玻璃，象征着一个生命的破碎和真相的难寻。最让人泪崩的是，在歌曲高潮部分，当白色人形坠落时，舞台背景上出现了一只温柔的白色大手，轻轻地接住了它。这一幕看哭了无数人，大家说这是所有人的心愿，我们真的都想接住龙儿。整个舞台设计中还巧妙地融入了于朦胧生前最爱的粉红色，在黑白与彩色的交替中营造出生死两隔的悲凉意境。可以说，华晨宇用他自己的方式，顶着巨大的压力，为兄弟举行了一场无声的告别。这份情谊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要知道，他们的感情是从2013年快乐男声的舞台上就开始的。华晨宇曾多次公开说，他和于朦胧的关系最好。当年比赛，于朦胧被淘汰时，华晨宇在台下哭到崩溃，需要别人搀扶。这份纯粹的友谊，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里显得尤为珍贵。悲剧发生后，有网友翻出了12年前于朦胧写给华晨宇的话，现在看来一语成谶，让人心碎。他写道：我不在了，你怎么办？谁陪你？好吧，照顾好自己，以后没人叫你起床了。谁能想到，一句当年的玩笑话，竟成了永别的预言。华晨宇的勇敢悼念像一根导火索，让本已经疑点重重的于朦胧案再次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位善良、温润如玉的年轻演员，在他37岁这年，离奇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身后是无数明星好友的哀悼，杨牧的一句“四哥走好”，陈坤的一句“2013年的夏天”，都让人看到他在圈内人的好人缘。而他最好的兄弟华晨宇顶着巨大的压力，用音乐和舞台为他举行了一场无声的追悼会，试图唤醒更多的记忆和良知。他的粉丝们，那些被称为饭圈女孩的年轻人，则走上街头，发出自己的怒吼。全球超过26万人参与联署，只为讨回一个公道。他背后的公司股价崩盘，高管离职，似乎预示着一个巨大黑幕的冰山一角正在融化。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并不是想给大家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在目前的环境下，可能谁也给不出来。我们只是想把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拼凑起来，让大家看到，在官方的通稿之外，还有着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版本。
有网友说得好，我只想知道真相，并让加害者受到法律制裁。还有人说，我们都已经不再是9年前的网友了，捂嘴是没用的，公道自在人心。是的，于朦胧的悲剧撕开了中国娱乐圈乃至整个权力体系最黑暗、最丑陋的一角。也许我们普通人无法立即改变什么，但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拒绝遗忘，持续关注，不断追问。您的每一次转发，每一次讨论，都是在为真相的到来添上一块砖。就像华晨宇在舞台上用那只温柔的大手接住他坠落的兄弟一样，我们也要用我们的记忆接住这个本不该逝去的善良的灵魂。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如果这期内容对您有触动，请不要忘记点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挖掘真相的最大动力。关于于朦胧的事件，您有什么新的线索或者是看法，也欢迎在我们节目下方留言讨论。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